最近我们来到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据说在这片绿色深处，靠近大兴安岭的地方，生活着咱们中国唯一的史鹿部落。我们今天就要去那里逗鹿。不许吃！哎呀！你别打我！我操！和这个鄂温克族的人一起来一顿森林烧烤。我13年前2011年的时候，就在那个念念慈拍过驯鹿人。为了前往头大呢，我们的这个装备也有了一些改变，特别是这样要穿这样的雪地靴，所以并不是很舒服。那边是真原始，那原生态到当地政府给他们组织比赛，比赛完了之后奖品就是人给他们发牙刷，然后告诉他们怎么刷牙。这2013年，没想到24年又来拍驯鹿人了。上车了！哎呦我去！我去！没事。惦记吗？还行，还行，还行。这刚才太阳晒都睡着了。睡着了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叫就是绝乐啊，就报你的，就介绍你的这个鄂温克的名字。对，绝乐啊，对。今天我们来到了根河。来到了这个大兴安岭的这个养鹿点我们来看看鄂温克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这每头鹿都有名字吗？对，这都有自己的名字。它叫啥？它叫白鼻梁，那叫花脸，还有一个黑子、大小姐、姑娘，这都是汉语名字了。嘿，这是啥东西？豆饼啊，这是豆饼啊。对，没有。咱们一个新的。这是我从小喂奶喂大的，他妈让熊给吃了，他妈被吃的就剩一个脑袋。你咋知道让熊吃了？熊的咬合力特别大，你像狼和那个猞猁，它只吃就剔着肉吃，它不吃骨头，基本上。熊把那个骨头还有大腿骨都给咬碎了。那你们不吃鹿？也吃，有的极个别的人吃，但是我就从小我的鹿。都是我看着长大的。其实驯鹿肉比这些野生动物都好吃，但是我们心疼的，都自己从小养大的，不舍得吃，就跟自己的孩子一样，是不是？但是我们这次去俄罗斯，我使劲吃他们的驯鹿，真好吃，非常好吃。生血、生肉、面包、盐，这是目前为止最传统也是最流行的聂叶慈人的饮食。下面我就来尝一尝。肉很嫩，而且还有一种果香的味道，一点腥味都没有。但我也尝一口鹿血，鹿血还有点热，带着温度。鹿血味道有点像果汁儿，味道还是非常的鲜的。这些像苔藓一样的草，便是这里的驯鹿赖以生存的食物。每年驯鹿跟着聂叶慈人从南到北，就是寻找埋在冰雪下的这些植物。驯鹿作为在地球上已经存在了200多万年的物种，它们主要是以食蕊为食物，分布在亚寒带地区。由于驯鹿灵巧、温顺、通人性，从远古时代开始，生活在亚寒带的人类就以驯鹿为食，又以驯鹿为伴，形成了独特的泛北极圈生态链。目前全球共有9个国家，共20多个民族饲养驯鹿。我去给它冒烟吧，不行，它们太咬了。你给它干啥？冒烟。你给它冒烟？对，它抽烟。熏蚊子。对。绝乐所在的鄂温克族又被称为敖鲁古雅鄂温克人，他们是鄂温克人3大直系之一雅库特系的一个小部落，也是我国唯一一个饲养驯鹿的少数民族。就是那个我们课本上曾经提到过的最后一个由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他们曾经在额尔古纳河右岸随鹿一起生活在森林里，过着打猎游牧的原始生活。所有的现代物资全部依靠打猎获得的毛皮与外界交换。
由于野外生存环境恶劣，在解放前，鄂温克族猎民仅存170人。1957年，鄂温克人为了让种族跟上时代的发展，避免脱节消退，他们从额尔古纳河的其前搬到满归，再迁到敖鲁古亚河畔，最后定居到根河市郊。经过了半个世纪的过渡，才慢慢彻底改变了生活方式。好家伙，我去！他知道冒烟了，他自己就过来了。就他知道冒烟之后，蚊子就不咬他了。对，这鹿啥都知道。知道，非常聪明。你知道为啥冒这个蚊烟吗？第一，给它驱蚊；第二啥呢？就是给一些就是食肉性的动物一个警告。啊，这玩意儿能烧多长时间？这个待会儿你看那个绿色的那个草了吗？啊，鄂温克语叫拉拉坎，给它压上之后，它不会很旺，还会产生一些烟儿。哦，好软啊，这东西。对，哎，这样晒着太阳躺上面睡觉可以啊？可以啊，躺着，就躺这儿。哦，贼爽！我操，这他妈就是屎，这他妈就是屎！我也扒拉点，盖上。它这个烟好香啊，像跟抽雪茄似的。抽雪茄似的。啊，不是真的，它这个松香。来！我要给小鹿拴脖套了啊！为啥要上这个？挂铃啊？它现在还不用挂铃呢。对。哎，不许吃，抓住了。不许吃，不许吃，不许吃！哎呀！你别打我！我操！不动！你这别抓。就是小鹿长大了就得套这个。对，这一般几个月开始套啊？现在有2个月了。它这现在越来越大了，你就是抓都抓不住，你这样抓它脖子或者拿个鹿钩子一勾它，一下就给它抓住了。这鹿有阴影。昨天看着熊了，这个甲乙原来屁都不放了。昨儿看见熊了，看到大熊了，它有点害怕，不过没那个啥。我新出来的要害怕，那你说还叫什么老爷？有吃的往哪狗吃的？你们他妈看见熊的时候怎么不这样？哎呦我操！你不能吃，你别扒拉我！你们他妈看见熊的时候不扒拉熊了？都是草耙子，你看，啊，这就是草耙子，看看。哦，这就是草耙子。对，这是吸完血的了吧？都已经吸完血了，你看那个都已经肚子都鼓了，都是血里边。这玩意儿咬人可厉害啊！这个咬完你会得森林脑炎，得脑炎会死人的，所以说每年我们都要打这个森林脑炎这个疫苗，必须得打。你看我头2天，这个是被它蛰的，当时就是它那个我往外薅的时候，你看它这有一个头吗？它那个头我没拔出来，后来之后拿镊子给它拔出来了。咬完之后，我就有点那个不舒服，有点低烧了，有点发烧，但是现在好了。不是这玩意儿咬了之后还拔不出来是吧？对，有的时候它会那啥，把那个头薅不对的话，它那个头就会陷在里边。所以说你薅必须有技巧，这么薅。哇，一揪就揪来了。这就是看，哎呦，这个狗咬了狗没事儿，狗没事儿，它形成免疫。要人的话，你要是重点就会死人的这种，尽量不要去离那深处，尤其有阴伤红的地方，去完之后这个东西非常多那里边。你这疫苗在哪打的？我这疫苗在我们乡里边，是政府每年就给我们就是猎民就驯鹿，我们这个养殖户是必须打的，每年都给打，因为我们经常住在山里面，免费的？对，都是免费的。捏了？你看，哎，都是血，好恶心啊！全是血。老虎领你去看看那水。我能看到，不用再给你看。像根河这个地方呢，原来啊，主要是一个伐木的这么一个城市，供应木材。然后现在不伐了，那主要就改成文旅了。那他们呢就把公路啊，也不让他们漫山遍野的跑了，就把公路赶到根河市区去，离这儿大概也有2个多小时车程。去那儿呢，然后就拍照片啊，供游人这个旅游啊，这挣钱。这冬天的时候根河冷啊，
根河应该是中国最冷的地方，一年平均气温在零下5.8度，然后有9个月的供暖期。就是咱来这儿是刚停暖气，过2天可能就又来暖气了。所以你看那个小红书上说那个驯鹿特好看，都是它那个冬天拍的，因为啥？冬天它的毛都长出来了，夏天开始褪毛了。哦，你说取水点在这儿挖的？对，而且这水还可以生着喝，直接就喝了，直接就喝，而且我保你肚子不会疼，好喝吗？我跟鹿喝的是一样的水。哦，这边打水就是在这挖个洞这么大。因为啥呀？咱们那个水源实际上有条河，离得特别远，离得大概有个400多米。这样的话，在这挖一个，而且这水特别好。哦，这不行，就稍等一会儿，等它沉一沉。对，不能着急，要慢慢有耐心。那这打桶水多长时间？打桶水大概有15分钟，打完1桶。这个水特别好，值得你去就是等待这15分钟，多好啊！这水。这400多米，你去那个河边打水，对，而且还非常危险。危险哦，因为现在这个季节，你没看吗？昨天有熊从那儿过了，因为河边比较凉爽，所以熊愿在那河边待着。哦，还真是啊！你说你一心急，水马上就浑了。对呀、所以说做什么事不要着急。你在这儿心态好，心态就必须好，不好你都在这儿待不了，没有信号，没有电，没有网络，所以说你必须得心态好。你看，现在清了吧？而且打水的时候一定别拖泥带水。哦，拖泥带水就这个意思。对，哦，你看它沉的特别快。就这。对，但是你还是有点着急，还有点着急了是吧？有点脏，还有点脏。对，一些这个草什么的，像那个水草什么的，我们北京节奏的人适应不了这儿。一定要适当的慢生活。哎，这瓢干净，喝过。对，这是大兴安岭的水啊。对呀、啊。你就看着流动这水，你还不能着急打，你得慢慢打，一瓢舀上来。有这几十分之一桶。你说你在北京，人家给你发个信息，你还得打个收到，最次也得打个1。你在这儿，山泉水费，你说收到，你急也没用，急就喝浑的，就在这种喝口水都要等一会儿的地方。你说我们谈 KPI 是不是特别可笑？走吧，我操，挺沉的了。哎，看你这儿就能听见远处那个铃声，不灵不灵的。哎，找路就得那么找，啊，就得听不灵不灵的。然后现在还不敢走深了，是怕有这狼啊、什么猞猁啊、什么这熊啊什么的。你说你这么看吧，是真美。然后往里一走，全是虫子，这还这个原生态这个东西啊，真的就是它只能存在在小红书里。咱一般人咱真受不了。检查一下，对，炒的肉，我操，这漏点了，打马赛克吧？对，没有，没事。没有啊。完了之后，你那个让那个女生上那个，看看有没有。再看一下。对对，别到这边咬了麻烦了，因为你们没打疫苗。好的，这原生态是有代价的。对。我们在山上一般都烧什么样的树啊？就是啥呀？就是被风吹倒的木头，风倒木。这样的话不算是盗采乱伐。你像这个树，都是活的、新鲜的，我们是不锯的。啊，不行，我先歇会儿。我操！其实我就差5步，我就是，其实就是为了节目效果歇一下。没问题。
我操！这个是湿的绊子，我们冬天让它沤着，慢慢就着，定点儿，每隔3个小时添次火，要不你就会被冻死啊！我们这儿冬天40多度，极端的时候50多度。晚上得起来添柴火。对呀，必须得添，要不然你再冻死。对，就是咱俩现在得先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现在可以生火。因为你看啊，现在已经防火器，防火器已经过了啊。另外来说，咱们在这片区域，是一个硬底儿的砂石的，它不是像这在森林。你看咱们现在坐这个地方啊，是软的还是不是都是树叶呀，一些那个小的灌木啊，这样非常安全。所以说我们本身也就是非常敬畏火，因为火是什么？不让它去发脾气，它一发脾气，森林不就着了？对。那这个火，它现在这个肉它咋说？这肉现在可以吃了，你看。好家伙，尝一下没错。好家伙，哎呦我去！哎，它这个油啊，它这个油是顺着这个枝子流下来的。对。然后这个枝子就哎呀，好烫。而且咱们这个枝子呀，是小桦树的小枝子，而且有一股非常清香的味道。你吃肉的中间的时候，有非常清香的味道。我这闻着来着，是吧？甜的，非常香，是吧？这吃这啥肉？这个呀，这个是牛肉。那个肉就是鲜肉，撒点盐，然后撒点胡椒面，这么烤。对，其他什么都不放。没感觉就是你在那个城市当中吃那个所有烧烤店吃的肉香吗？不是你啥意思？你今儿你偷肉没？我操！你真他妈拿走了！我去，这他妈剩3块了，谁干的？是你干的吗？你这没少吃，你熬过啥？对，哎呦我去，那些搁炉子里面直接烧的。就这个枝子是用完了就烧了是吧？对，我们这个有规矩的。对，啥规矩？这个吃完这个签子呀，不能乱扔。要么就给它放好，要么就给它烧掉。好家伙，有点烫啊！我去。给它美啊！这个肉我跟你讲，烤到现在吧，你看我之前我一直担心啥呀？就是它这么立在这个火边上烤啊，它肉可能烤不均匀。但是你现在这么吃了，它肉刚刚好。等于是03年之后就不打猎，然后经济来源主要就是用鹿把它扩大了。经济来源那个就是那什么卖鹿。现在好了，就是旅游兴起了，然后大家都知道这个更河地区有鹿了，都是为了看驯鹿，慢慢的就是以这个驯鹿拉动旅游嘛。你像一年能挣多少钱？一年就是卖鹿茸再加上旅游文旅，这块15万左右。15万。对，一年基本开销可能也就在一个6、7万这样你还剩点钱，你就可以攒了呗。好家伙，你挺狠哈！狠吗？狠吗？挺狠哈！老一辈儿不也是卖鹿茸吗？那一辈儿就是纯卖鹿茸了。你等于现在一部分观赏，一部分聚，但是一部分现在也不聚了，因为啥？就是聚茸也是伤害鹿嘛，就是它也疼，你这聚茸片多疼啊！我理解，你看像原来了，03年之前你们要在里面打猎的话，那这林子不就跟一个大冰箱一样吗？想吃啥就拿啥了，你都用不着花钱嘛。今儿咱吃的肉是市场买的，对吧？对，牛肉挺好啊，保护野生动物啥的不挺好吗？毕竟狩猎也是遭罪嘛，是吧？一走了好长时间。狩猎遭罪吧？老代人非常遭罪啊，就是比如说你要打憨的话，就大型头鹿，你必须上一个我们叫水泡子，就是跟野狐似的，你在那旁边你蹲守它，一待就可能待2天到3天，一直在那蹲守，蚊子叮，瞎猛咬的，那你说多遭罪啊！你现在你吃一些肉，直接从市场上买回来，而且非常新鲜鲜活，就更好。但是外网会有很多人说这侵犯人权啊什么这些的，就是你们会有这种感受吗？没有，我觉得没侵犯人权。我们现在用的那个太阳能，去年的10月份吧，发的，又发放拖拉机呀，
发拖拉机了。对，我们发拖拉机了呢。过去就是啥人扛路驮啊，你看今天咱们在进出，咱们不也是体验了一把啊？那玩意儿挺沉，沉吗？非常沉。所以等于是说，03年之后，你们的生活方式的一个转变，是从原来的这种狩猎变成了现在一个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对，所以你的搭档他是个老猎。对，小米酒这么大的啊，3斤的啊，就这些，你省点喝，就这些，你就买不买吧？你要说不买，我就不买了。你这边一瓶他妈能行吗？我给你拿50斤大壶打一大壶，你搂着睡觉行吗？啊，对，这可以。太破裂了，耽误点了，我操！你他妈天天喝的迷的愣的，完了还散民呢，他妈再他妈着火喽！别老说老烈的，老烈现在不喝酒了，就你在那迷糊呢。他今年多大了？55了，55。他更纯粹，一辈子在山里边。刚才谁扒拉我来着？绝乐是80后，按过去的生活，他现在正是打猎的壮年。比他再长一辈的老鄂温克猎人，则被他们称为老猎。我是老猎。老猎这个群体一度迷茫过，慢慢也都逐渐适应了现代生活。绝乐说，额尔古纳河右岸火了之后，老有朋友联系他，好奇也惋惜他们神奇又美丽的原始生活。而对于他来讲，生活不是别人眼里的画，是自己脚下实实在在的路。向往森林的读者，又有几个愿意自己的孩子用打猎代替上学？都说生活如戏，全靠演技，可是这戏是咱们自己的，主角也是自己，那又何苦为难自己，成全别人的一时兴起？达莎今年18岁，他和妈妈目前定居在村子里，他的父亲仍然在冻土带牧鹿。达莎告诉我，他今年高考一定要考出去，他要去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这样的大城市，毕业时不再返回冻土带。